上周呢，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数据公布之后呢，大幅超越预期跟前值，再度引发市场对于通膨的担忧。然后再加上乌克兰跟俄罗斯持续带来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呢，导致这周一投资人回归市场之后，比特币迅速下跌，然后引发了多头爆仓，进一步又加剧了跌势。那么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之下，其他加密货币也跟着遭殃。周一的时候呢，将会有一场，在我录制之后，将会有一场白宫跟泽伦斯基乌克兰总统的对谈。不晓得在对谈之后能不能够有一些利好的消息，希望有。那如果有利好消息的话，将会带动整个大盘的上涨。但是我在录制当下是不知道的，所以我们等到周三上线的时候看一看。虽然说现在市场下跌，但是呢，根据 Messari 最近公布的 Solana 2025年第二季度的报告，它显示了这个网络的强劲增长，还有重要里程碑。虽然今天呢，由于民营币投机的氛围趋缓会影响了这个 Q2的收入，但整体来说，Solana 基本面增长还是颇为乐观。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份报告的重点内容，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分析 Solana 的最新币价。那么随后呢，我们将会探讨在目前这轮牛市中，Solana 今年可能会达到的目标价格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报告的重点。好，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 Solana 的 DeFi 的总锁仓价值 TVL，在 Q2的 TVL 呢，它的环比增长30.4%，达到了惊人的86亿美元。那当然，现在离6月3这个数据是截止至6月30号，当然到现在为止，这个数据又不止了，不止86亿美元。那这也使得 Solana 巩固了它在 DeFi TVL 中的第二位。那第一位当然就是我们知道的 Ethereum。你知道它在2024年11月就已经超过了 Tron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它持续的在增长。其中呢，Camino 截至6月30号获得了21亿的 TVL，环比增长33.9%。那我稍早又看了一下数据，现在的 Camino 已经有将近30亿美元的 TVL。那除了 Camino 之外，Radiant 跟 Jupiter 也都同样表现优秀。那 Radiant 呢，环比增长53.5%，这些都显示了 Solana 在去中心化领域的强大吸引力哦。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数据，就是应用程式的收入捕获比率，我们英文叫做 Application Revenue Capture Ratio，AppRCR。那这个比率呢，从第一季度的126.5大幅增长到211.6%。那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简单来说就是 Solana 每花100美元的交易费用，它的应用程式就能够获得赚取211.6美元的收入。所以就代表说，Solana 生态系统中的应用程式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跟变现能力，这也表示了一个更成熟、更具盈利的生态系统。那我们这个数据接下来再往下看哦。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提到的就是 RWA，在 Solana 链上的这个 RWA 价值也呈现了一个强劲的增长，它的总价值环比增长了23.9%，在截至6月30号，它达到了3.9亿美元。那其中呢，又以这个 Undo Finance 的 USDY 跟OUSG，这是 Undo Finance 在 Solana 上面的收益型 RWA。那个USDY 呢，它的市值更是达到1.75亿美元。另外呢，还有Build 基金，就是 BlackRock 的 Build 基金，最早是在 Ethereum，那它在今年3月份也扩展到了 Solana 链上。那其中呢，没有在这个表上面的，还有英国公司 R3也宣布支援 Solana，并且将监管的资产引入这公共区块链。那么R3的客户有谁呢？大家耳熟能详的汇丰银行、美国银行这些顶级金融机构都是它的客户。那此外呢，还有瑞士发行商 Bakkt 跟 Kraken 合作发行的代币化美国股票跟 ETF，称为 X Stocks。那 X Stocks 呢，在之前也获得了非常多投资散户的关注。它仅仅在1周发行之后，市值就达到了5170万美元。那么 RWA 的增长呢，也将传统金融的庞大金流带入了 Solana 的链上世界。那这也为 Solana 这个公链呢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。那我们再往下看。那在技术升级这部分报告中也提到了，我们接下来关注的就是它的
App and Go，我之前也提过好几次，这个是它的开发团队 Aza 推出的 App and Go，可能在年底之前会完成升级。那这是一个共识机制大改革，取代了之前的Tower BFT 跟 Proof of History。那么最终区块确认时间从原本的12.8秒大幅的缩短到只有100到150毫秒，这是快了将近100倍。那这意味着什么？就意味着说它的网络的反应将会更好更快，然后用户的体验当然就会更好。那么等到 Alpenglow 正式上线稳定运行之后呢，Solana 在处理速度跟反应能力上面就可以跟现在的 Web2 的应用程式一较高下了啊。那这不仅可以巩固 Solana 作为高速区块链的领先地位，也可以带来很多需要超快反应的创新区块链的应用的诞生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一个事件，就是 Rex Osprey Solana Staking ETF 在美国正式上市，它的代码是 SSK。那这是美国第一个获得批准的质押型加密 ETF，它不是简单的现货 ETF，它结合了链上资产敞口，就是保险敞口跟质押收益，它架起了传统金融跟链上质押之间的桥梁，提供了监管跟税收的创新，这也为传统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受监管的途径来获得 Solana 的敞口这个意义是很重要的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在7月8号宣布开始上线，然后在昨天的数据呢，它就已经显示了有将近183 million 的 asset under management，就是它的资金量已经达到了这么高。虽然它的成长并不如 Bitcoin 或者是 Ethereum 的 Spot ETF，但是以一个山寨币的基金成长量来说，它还是非常可观的。未来呢，机构如果投入类似的 ETF，它不仅能够获得加密货币增值的这个机会，它也可以获得质押利息的收入。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创新的新产品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另外9家发行商都已经提交了 Solana 现货 ETF 的申请。大部分预计在今年的10月会有一个结果。那一旦这些 ETF 都通过的话，我们可以预期也将会为 Solana 这条公链带来大量的 TVL 资金。我们接下来看网络应用虽然我稍早说过，由于我们第二季度在民营币投机的氛围稍微趋缓了，那也导致了我们每日的平均费用略微下降了一些，但是仍然达到了有390万用户的这个量而且呢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平均的交易费用大幅下降了71.4%，达到了只有1分钱，就是 1 cent 美元的这个平均费用，这是非常便宜那中位数的交易费用也下降34%。OK，所以这显示了说，Solana 这个网络有极低的交易成本优势。那即便在网络拥堵的时候，记得前一阵子 Trump 代币上线的时候呢，它的交易费用也并没有大幅的增加，而且网络也没有拥塞的情况，显示说这个公链在有效的降低成本费用，还有它的效率方面呢，其实是非常非常具有优势的。而且与以太坊相比的话，Solana 在活跃用户上那是确实有明显的优势。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张图，Solana 的 active user 它的活跃用户数是大幅的超越 Ethereum 的 active user。当然，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行民营币，但是不可否认的，Solana 渐渐在往一个大众采用的这样的一个公链的方向在走。那么其他还有什么值得关注呢？其他大家应该最关注的就是它的新手机 Seeker，它已经开始发货了，不晓得有没有人已经拿到了。它有内建硬件钱包，这可以大幅提升 Solana 在移动端的用户体验。那除了 Seeker 这只手机之外，它在 Depin 上面的发展，包括跟 Helium Mobile 的用户增长量持续在增长。Depin 这一块呢，也是虽然说现在大家关注度不在那边，但是实用性是不断的在拓展。这些都显示 Solana 在去中心化应用它的 Depin 领域里面的优先地位，所以这在大众普及的时候呢，也会是 Solana 一个非常大的亮点。好，我们说了这么多基本面跟技术发展，我们现在来看大家最关心的 Solana 的币价在今年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合理的位置我们先到 Trading View， 然后我们把时间轴从日线转换为周线。那一样，我是用 SMA21 跟 MACD 两个指标来观察我们的走势。那之前有说过 SMA21 它有点类似像一个牛市支撑线，那在这个 SMA21以上呢，我们可以说它是在一个比较多头的阶段，以下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比较空头的阶段。那么目前价位很显然，虽然我们今天随着大盘下跌，它一度跌到了
180左右，但是呢，我们仍然是在这个 SMA 21之上，而且这个 SMA 21它的走势是继续往上走的，这往往预示着一个健康的上涨阶段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波动回调也都是很正常的。然而，由于目前离这个SMA 21基本上是贴着走啊，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现在是在一个盘整，准备要突破的阶段。那另外一个 MACD 指标，哦对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趋势线可以拉出来，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，其实我们的 Solana 是一个上涨趋势啊。然后在上方这边的话，有几个比较大的阻力位，一个是就是我们之前尝试突破，但是没有完成突破的253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近期的，曾经尝试要突破，但是没有办法完成突破的这个210左右，200到210中间的这个压力这个阻力位。那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在这个周线的这个时间轴上面的话，它是一个震荡往上的情势。那接下来看 MACD 指标，那在 MACD 指标上是这边的话呢，蓝线跟黄线，一个是 MACD 线，一个是指标线，它同时都是在0轴以上，那黄线是接近刚刚突破0轴，那两者在0轴以上，代表说我目前仍然是一个多头趋势的表现。但由于礼拜一的时候呢，比特币下跌，带动大盘下跌，所以 Solana 被影响了。你可以看到它的绿柱从深绿色变成浅绿色，它并没有明显增长之外呢，它颜色变浅了。这代表整个多头的势能正在减弱。那总体来说呢，MACD 还是处于在一个多头的区域，并且它的黄金交叉还是仍然维持着。这代表说什么？代表说它虽然是在一个多头往上的趋势，但是可能在近期会经历一些盘整。那我们在未来1、2个月中，如果随着利多消息释出，大盘增长的话呢，Solana 有可能会突破200。但是其实最值得关注的呢是今年的下半年。那我刚刚稍早有说，在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会有9只的 ETF 现货通过。那 Solana 现货批准了之后呢，上市之后，它就有可能为 Solana 带来巨大的资金流入，机构资金流入。那这对于价格的刺激是很大的。那另外就是在AlpenGlow 的落地上面。一旦 AlpenGlow 落地，然后吸引更多的应用跟更多的用户来到 Solana 链上的话呢，也能够为链上带来收入。那这对于币价的增加也是有积极的帮助的。那当然还有生态系统的整体繁荣啊，我们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可以看到一个散户入场的情况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大部分的价格都是由机构驱动的。那 Solana 很明显的是它不管是在应用的速度也好，或者是在公链的手续费也好，它都是希望能够吸引散户用户进来的。所以，当市场牛市继续的时候，然后随着公链的速度变快，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散户来使用 Solana 应用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对于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，对我们达到目标价格的这个机会也会大增。那就像我刚刚说的，现在是一个震荡向上的走势，如果我们能够突破200块这个压力，这个阻力位的话呢，就有可能继续往250这个位置走。那之前我们曾经最高达到将近300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如果能够突破近期的200这个阻力位的话，就非常有可能会往250到300这个方向走。那如果随着年底牛市继续，然后整个市场的行情变得更好，散户入场之后呢，我们就不排除会往300到500这个价格区间走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这边似乎是有一个小 W 形成，那小 W 形成之后呢，就有可能会43%、50%，从这个点再往上，可能到310左右。好，我们最后总结一下这集的重点啊。Solana 在第2季度的表现亮眼，它的 TVL 成长快速，而且链上生态系统的变现能力大幅增加。在技术上面 ，AlpenGo 的升级将为区块链的性能带来重大的突破。投资面方面，首个 Solana 的质押型 ETF 已经上市，那么接下来还有9家发行商的现货 ETF 将会在10月之前确定。那一旦上市呢，将会带来大量的机构资金。那么短期虽然 Solana 受到大盘影响，目前价格进入盘整阶段，而且昨天白宫跟乌克兰的会议并没有达成确定的和平协议，那么价格将会进入一个盘整阶段。但随着年底的利多消息增加 ，Solana 有望突破甚至挑战历史高点。我们把目标区间放在250到350美元中间。如果你认为我的内容有价值，那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多人能看到优质内容。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